萌妹反应过来，一张脸通红，不好意思地瞥了周易一眼，但她的目光好像停在别处。游戏又飞快进行了7、8轮，被抽中的都是些不认识的人。无论聊到什么，话题都会转到颜色笑话上。李妍玉小口踹饮着啤酒，静静地围观着，但很快，她的注意力就再度集中起来，因为那个啤酒瓶又转到了周易面前。抢先问问题的是个小个子女生，她拨开人群，挤到中间看向周易，问：现在要你对喜欢的人说一句话，你会说什么？几个男人嘘出声，认为他白白浪费了一个好机会。周易想也没想，脱口而出：180。什么意思？罗晴猛地像是想起了似的，恍然的一拍脑门，嘲讽拉满。果然，男人只要长到1.8米，就算是死了，墓志铭上都会刻着1.8米。周易反唇相讥：所以这就是你从来不提身高的原因吗？175的罗青立马蔫巴了。李妍玉知道180不是身高，因为周易在高3的时候就已经185了，但她此刻却没想这个，心里只七上八下的琢磨一件事：原来她已经有了喜欢的人。难道是180毫米？黑框眼镜男说。周易睨了他一眼，嗤道：别太离谱，有女孩子。赵小将话头生硬的接住：180也没啥，我们李妍玉穿上5厘米的高跟鞋也差不多。沉默许久的顾云忽然兴奋起来，盯着李妍玉，没话找话：是吗？所以你多高？李妍玉净身高170，但因为赵小已经把话放了出去，他就只好再把话圆下去：175。有人倒吸了一口气，因为他实际看起来更高，比例好。顾云眼睛一亮，向他凑近了一点，说：我也是175，咱俩看着确实差不多高，真有缘分。有人看不下去了，拆他的台：放屁！你在人家面前跟只辣辣鼓似的。接着便有人跟着起哄，让两人比一比。顾云脸上挂不住，大手一挥，说比就比。于是穿着平底鞋的李妍玉就站了起来，然后一眼就看到了顾云略微单薄的头顶，他至少比他矮一个头顶。众人看完都不由得有些尴尬。罗青简直拍断大腿，言之凿凿：什么叫自取其辱？这就叫自取其辱。你肯定没有175，你最多172。170的李妍玉彻底沉默了，顾云也彻底笑不出来了。赵小替人尴尬的毛病都犯了，沉吟了一下，看向顾云，道：李妍玉头发蓬松，显高，你头发太薄了，自然就不显个子，实际看起来也差不太多。顾云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一阵紫，话题很快又回到了真心话大冒险上。啤酒瓶再次转了起来，这一回竟然又停在了周易面前，真不知道该说他是幸运还是不幸。周易身旁的男人举手抢道：这次我来问。众人都目不转睛地看过去，他的视线定格在周易脸上，不怀好意道：没别的意思，我替姐妹们问的哈。你第一次是多少岁？周易面无表情道：我选大冒险。罗青抽了一张惩罚牌，装腔作势大声念：找一个在场的异性亲自己一下。气氛顿时热络起来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副看好戏的表情。女生之间则是有人揣测，有人不安。赵小的目光流连在周易和李妍玉之间，然后笑盈盈催促起来：快点吧，别等了。周易坐直身体，正伸手要去拿罗青手里的惩罚卡牌，忽然一只鲜白的手伸出来，抢先一步劫走了那张牌。周易停住了，抬眼望过去，先看见的是一片香槟色的衣角，然后才是李妍玉那张精致的脸。李妍玉站起身来，扫了一眼手里的牌，然后揣进了衣兜里，不疾不徐道：我来。赵小率先起哄：你来你来，你请你请。哇，这是我们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冲！小姐姐人狠话不多，气氛瞬间爆炸，众人跟着起哄大叫，但中间也夹杂着一些复杂探究的眼神。小说和影视剧经常写酒后乱性的桥段，本来毫无关联的男女主因为喝大了，然后意外乱性，因此产生了非常直接粗暴的关联，故事由此缓缓展开。但在现实生活里，这种概率趋近于零。不仅仅是因为喝大了根本硬不起来，没法儿发生关系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成年人往往在围着酒桌坐下之前，早就断定了在场有没有自己想乱性的人，根本不可能阴差阳错睡错人。李妍玉今晚喝了3瓶，是的，她有。当然，酒后乱性这个说法只是类比当下的情况，倒不是真的要乱性。不过两种行为的本质都是装醉发疯，其实没区别。李妍玉提了口气，向周易走了2步，周围的声响都沉寂下去。他听见自己的鞋子在地面上踏出清脆的几声响，心跳也跟着咚咚咚的狂跳。
他停在他身前，避开了他的视线，然后俯下身，在无数的欢呼声里扳过他的脑袋，在他脸颊上吻了吻，留下了一个鲜红的唇印。他身上的气息熟悉又陌生，是带着点姜花的幽淡香味，清冽干净，没什么侵略性。一吻过后，他没敢看他的脸，直起身就向众人说：“昨天过来的特别晚，没休息好，今天也喝多了，所以现在我就先失陪了，大家喝好玩好。”从包厢退出去的一刹那，李妍玉最后用余光扫过去，周易的脸色特别难看，他在生气，但没所谓了。他走出 KTV 几乎是跑着跳上了出租车，若有似无的温热触感还留在唇上，整张脸都开始后知后觉的发麻。一路上，他翻来覆去的看那张乘法卡牌，上面只写着几个清晰的大字，当众高歌一首好运来。是罗琴为了使坏撒谎，李妍玉也跟着撒了谎。罗琴撒谎是为了整他，而他就是单纯见不得别人亲他。或许在酒精的作用下，人就离自己的真心特别近，容易忠于自己。所以当听到罗青一字一句地念出找一个在场的异性亲自己一下时，他有种心脏骤停的感觉，因为根本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和他亲密，游戏也不行。于是他想也没想就站了起来，而拿到卡牌看清上面的字的时候，他甚至有点失落，但他还是从容地将卡牌揣进兜里，镇定上前，顺从心意做了想做的事情。叶枫缠绵地吻过他的脸，他拿出手机划开，列表里始终没有好友验证通过的消息。其实他最好奇的是周易说的180是什么，以及他想对谁说这句话。他喜欢的那个人长什么样，他们怎么认识的，他应该也喜欢他吧。李妍玉熟练地切换微信小号，熟练地点开他的朋友圈，一条一条的浏览，不放过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。但他的朋友圈很少，每一条他都看过，多数都是活动照片和公司宣传链接。最新一条是2个月前发的，是罗青和赵晓的订婚照片。他站在人群边缘，微微含笑凝视着镜头，白衬衫的剪裁十分衬身，漏月彩云一般，让他在人群里不合时宜地闪耀着。4年前彻底失去联系后，李妍玉专门申请了一个小号加了他。他安静地躺在他的列表里，从来没说过话，也没点过赞，没有丝毫存在感，只偷偷地看着他。说起来确实有点犯贱。回到酒店，李妍玉快速地洗漱卸妆，倒在了床上。忽然想起来，有次他和朋友玩真心话大冒险，有个追求者试探着问：“你有没有一段没办法忘记的恋爱？”李妍玉已经忘了自己是怎么说的，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他根本没谈过恋爱。对，没谈过。和周易其实也没有真正在一起过。但那个问题一经人问出口，脑子里就倏地钻进了许多碎片。那些碎片疏忽展开，逐渐拼凑成了当年他们最后相见的一面。无数次，他从午夜梦回里惊醒，都梦见过这个画面。那是在西科大校门外的一株桐树下，晚上起了风，树叶簌簌翻动，路灯被吹得咯咯打颤，身边不停有人拿眼瞟他们。李妍玉已经不记得自己脸上是什么表情，只定定地望着身前的高大少年。那时候的周易还略显青涩，细碎的头发垂在额前，浓睫在眼睑下方投下了2抹阴影。他起身过来，握住了他的胳膊，低声问：“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我自作多情？”李妍玉没说话，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酝酿着，叫嚣着，往眼眶里涌。我是不是挺好欺负？他拔高了声音，不自觉加重了手上的力气，但也没什么气势，听上去更像被人遗弃的大狗。李妍玉没哄他，只疲惫地舒了口气。好。周易点了点头，头滚动了一下，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。那你再说一遍，都是我自作多情。是。他迎上他的目光，他立刻就松了手，像被灼伤了，难以置信地退开2步。良久，李妍玉看见他从牙缝里再次挤出一个好字，眼神倏然间暗淡下去，眼眶里像是有什么东西闪烁着，不知道是灯光还是泪光。他转身就走，像条败犬，声音都在发颤。行，祝你幸福，我不会找你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就下起了雨，雨水冰冷，打在人的骨头上都是冷的，像一场伤心欲绝的泪。第2天就是婚礼，李妍玉没当过伴娘，没想到这差事竟然这么累，一整天都在连轴转，连口水也没来得及喝。在此之间，他还抽空跑去接待处，随了一份丰厚的份子钱。到了晚上6点，婚礼仪式才正式开始。新娘和新郎穿着礼服互诉衷肠，山盟海誓，宾客们目不转睛地盯着，偶尔鼓掌。李妍玉和另外2个伴娘终于忙完，站在人群后面看了一会儿，
他打算再往前走走，没想到草地上有凹坑，身上的礼服又是曳地长裙，他一个不留神踩空了一块，又被裙子绊了一下，眼见马上就要摔，一条温热结实的手臂忽然伸过来，揽住了他的肩，被那只手一带，他就直接撞到了来人的胸膛上，头顶上方传来一声闷哼，然后肩上一紧，他被人搂在了怀里，稳住了身形。那双手掌温热，附在肩上，热度惊人，他忍不住吸了口气。李延玉慌忙抬头，就看见了周易那张俊脸，正蹙着眉凝视着他，脑子里倏然闪现了昨晚那个暧昧不明的吻。他慌忙借力站直，与他拉开了距离。多谢。他微微舒出一口气，这才看清他早换了个耐人寻味的表情，眼下两抹青色的阴影很是明显，黑眼圈这么重，昨晚一定玩得很晚才回去。这么迫不及待，周易整理了一下被他压皱的西装。李延玉抬眸，压低声音：“什么？看见我就迫不及待扑过来？”这话是陈述句，语气里带着点揶揄。周易停了一下，又问：“什么表情？”李延玉皱了皱眉：“我只是没站稳。”周易单刀直入，那双幽深的眼眸紧紧地盯着他的脸，生怕漏过什么。但道：“那昨晚呢？”